大家好，今天我教大家做一个这个山药紫薯饼，还有一个南瓜饼。首先呢，我们做这个南瓜饼，还有这个紫薯山药饼呢，我们要用到的材料都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要用到是南瓜，南瓜我们选择是山芋南瓜，还有这个甜南瓜。只要它的甜度够甜都可以使用如果选择其他的南瓜也可以，就是稍微就增加一些这个白糖或者是蜜糖下去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又用到的就是山药山药的话我们南方就是两广地区呢叫做这个淮山北方就叫做山药还有一个就是用到的这个是紫薯紫色的当然也可以用黄色的、红色的这个红薯这个紫薯再有一个我们要用到的是炼乳炼乳就是做这个饼糕的时候要用到再一个白糖这是预防它不够甜，糖度不够高我们就放白糖下去再一个就是要用到是椰蓉椰蓉就是在做这个饼的时候沾上这个椰蓉这个饼的模具就不会沾着这个模具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讲解一下需要用到的是这个工具都有哪些做这个南瓜饼、紫薯山药饼呢要用到的工具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厨房秤就是称这个饼的大小的再有一个就是要用到的是月饼的模具这是模板这是做饼的。再有一个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一次性的手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碗了玻璃大碗了玻璃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用的是这是中碗了这些都是用来装这个南瓜蒸好的这个南瓜，还有这个紫薯山药都要用到再有一个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蒸锅用来蒸这个南瓜紫薯山药的。还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是这个电磁炉电磁炉也可以用这个煤气灶来代替这些都就是我们要用到的这个工具好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南瓜还有这个山药、紫薯把它这个皮去掉好，我们接下来做下一步的操作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南瓜还有这个山药、紫薯都已经是去好皮的了。去皮的过程呢，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拍给大家了，就是做给大家看的这个就略过了我们把切好去皮的这个紫薯山药还有这个南瓜清洗干净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把它切成南瓜要切成这个片，然后呢这个山药要切成小段，然后这个紫薯呢也是要切成片然后切好之后呢，我们要放到这个蒸锅里面去进行蒸煮。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南瓜、山药这些把它切好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山药山药是去好皮的，然后清洗干净的，我们把它切成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切。像这样子的山药就不需要再切半了因为这个是小的。切好之后呢，我们放到这个蒸锅里面去
把它摆放好。好，接下来我们切这个紫薯啊。竹薯的话，我们也是切成片的啊，切成片啊，这样子切成片就可以了，不需要切太大块哦。一般我们切成这样子细片就可以了啊，切成这样子细片就 OK 了，就可以了。切好之后呢，我们也是放到这个蒸锅里面去啊，摆好。好，切好这个竹薯之后呢，我们再来切这个南瓜。南瓜的话，我们要把它的头和尾啊，把它切掉。啊，头尾切掉，这个不要。切掉之后呢，我们把它分瓣。分瓣之后呢，我们把里面的这个籽啊，把它抠掉，这个不要，抠掉放到这个盆里面去。这是籽还有这个囊不要啊。这些籽呢也不会浪费的，我们把它挑出来啊，也可以直接做成这个南瓜籽，籽都不会浪费的。好，处理好这个籽之后呢，我们再翻过来把它切成块啊，再分瓣，然后呢切成块，然后呢放到这个蒸盘里面去。好，切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上锅蒸了啊，要把它蒸熟了，拿到这个蒸锅上面去蒸熟。好了，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把它蒸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准备好这个蒸锅啊，放到这个电磁炉上面，然后呢，我们加上适当的这个清水啊，这里的水大概是在4斤的水啊。然后呢，我们把切好的这个南瓜紫薯啊放到蒸锅上面去，然后盖上盖子，打开这个电磁炉的大火，开最大火，然后呢，水开之后呢，蒸20分钟左右，我们再来打开，把这个南瓜紫薯山药把它拿出来，我们等它蒸煮个20分钟左右。好了，经过20分钟左右的这个蒸煮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是蒸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火关掉，关掉之后呢，我们等它就是焖个晾凉10分钟左右，等它那个完全凉透之后呢，我们再来把它取出来，然后做成这个南瓜饼，还有这个山药芝士饼好，我们现在等它凉透先。手套戴好之后呢，我们首先把这个山药把它拿到这个盆里面去，玻璃盆里面去，然后呢把它捏碎。捏碎之后呢，我们加上这个炼乳，放3袋下去，倒入20克的这个白糖，继续把它搅拌。我们在搅拌的时候呢，尽量把它搞成最细腻的这个肉泥虽然它有这个颗粒状像这样子的这个颗粒状，我们一定要把它捏碎。好，捏碎之后呢，我们把它搓成圆形的，搓成圆形状，然后呢放一边，等它醒发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做下一个，就是把这个南瓜把它拿出来放到这个盆里面去。然后呢，我们放入炼乳，炼乳也是3袋，然后放入白糖20克。如果这个南瓜甜甜度够，白糖就不用放正常的话，我们都是要放白糖的。
然后呢，再把它搞融、搞碎，搞成这个南瓜泥。所以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盆子里面去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做这个竹薯的，把这个竹薯的把它放到这个盆子里面去。加上我们的这个炼乳3袋，然后呢，用我们的手把它捏碎、捏融，做成这个竹薯泥。好，做好之后呢，我们准备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山药啊、南瓜还有这个竹薯啊，做成这个饼哦。好，这个做好这个白山泥还有这个南瓜泥、竹薯泥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全部放到这个冰箱里面速冻30分钟左右然后拿出来做成这个饼啊。然后呢，我们准备好这个模具。准备好这个模具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泥搓成小圆形状，一般呢一个饼呢是50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好这个模具，这个月饼模具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冻好的这个竹薯泥捏成我们一个饼呢就做50克一个，一半这个竹薯，一半这个山药50克一个，然后呢搓成圆形搓成圆形之后呢，我们再拿这个模具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去压饼。像这样子，如果是粘住的话，那我们就是沾一点这个椰蓉沾一点椰蓉之后呢，我们再重新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去，把它压平，压上然后呢再放到这个托盘里面去，把这个饼挤出来。好，我们现在呢就做成一个了，做成一个了，这样子做成一个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做另外一个我们不沾这个椰蓉试一下能不能把它挤出来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做下一个。沾一点这个椰蓉的话，会更加容易脱模然后挤出来就可以了我们重复这个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好了，其他的我就不讲了。然后呢，接下来的都是重复的这个操作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南瓜饼这个竹薯山药饼呢已经是做好了。正常的话，我们做好之后呢，我们要放到这个冰箱里面，最好就是冷藏个
半个小时啊再吃，这样子更加好这个味道更加好。再一个呢，我们可以就是吃不完对吧？可以直接就是打包装把它密封起来然后呢，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呢，选的这个山药就是可以要这个最好就是要这种比较均匀长条的就是不要那种发霉的或者是断节的那种要新鲜的最好还有这个是那个南瓜，最好就是买那种比较粉糯的那种南瓜做出来，那更加就好吃。再一个那个竹笋呢，最好也是买新鲜的。再一个呢，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沾一点这个椰蓉，避免它这个粘住这个月饼的这个模具或者是刷一点这个油在这个模具里面它也不会粘住这个的话大家都注意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好这个南瓜泥白沙泥之后呢，我们要放到这个冰箱里面速冻30分钟，再拿出来做就不会那么的粘手了。好了，本期视频就讲解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